这地儿可真远啊，不就是死了一条狗吗？用得着葬在这么远的地方？哎呀，这狗也是够倒霉的，竟然冲着夫人叫唤。田管家说了，谁得罪了夫人，谁就不得好死。咱们夫人平日看上去和和气气的，没想到竟半点容不得人呐。哎，这万古坡呀，从前埋了许多人呢。我听人家说，就算是白日进了这地方，都有可能出不去。就算出去了，也有可能沾上脏东西，要大病一场的。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呀。哎呀，哪有那么玄乎啊？不就是一乱葬岗吗？他在棺材里待了很久很久，很害怕。大师，就是此女吗？命格奇特，能辨阴阳。棺材外头站着2个人。我会很乖的，我不会乱跑，也不会哭。但如果你们要杀我的话，可以让我给大哥和二哥留句遗言吗？他们找不到我一定很着急，尤其是我二哥，我才答应他要陪他一起玩的，说话不算话，二哥会很生气。我最怕二哥生气了，求求你们了。倒是个很聪明的小丫头啊，只可惜啊，这么好的一双眼睛生在了别人家。您放心，府上的龙凤胎与他年纪相符，就连出生的日子都一样，这就是天意。待我准备好了祭坛，在这绝阴极差之地，定能将他这双眼睛换给您的孩子。您这一双儿女，换给谁更合适呢？收了这双眼睛，可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吗？这双眼睛乃是这个小丫头的，她体质和命格难改，但如今来了地方，那些鬼魂阴气也只会冲着她去，而您的儿女得了这双眼睛，却不会被阴气冲撞，此后可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到时候再学些测算之术，那就是事半功倍。将来这世间的福运煞气旦夕祸福，一眼便可明了。而这小丫头，等她死后，我们将她放在此处养着，养上10几20年，必能成为一方大鬼，为君所用。冰雪未退，天寒路滑，僵硬的马蹄在京城的萧府门外停下。大小姐，夫人说这外头不干不净的东西就不要往家里带了。早就让你收着点阴气，多多静心，养出个慈祥面貌来。瞧，现在被人嫌弃了。罢了，你就在外头等我吧，省得我还要蒙上这镇宅神兽的双眼，费一番功夫。那透明的就瑟缩地看了云卓一眼，然后就老老实实的飘到了马车顶上，不敢再往前一步了。大小姐她不正常啊，说的这是什么鬼话？大小姐，夫人说的是您的行呢。母亲这些年定是日日修身，竟成了下凡的天仙，不惹尘埃了。我多活这10几年，还未曾见过活神仙，今日便能见见世面了。这大小姐隐约是个缺心眼的。丫鬟领着云卓就往后院走。你这身上脏兮兮的，你该先去沐浴，换身干净衣裳再来见我。云卓4岁离家，至今12年，这是他回来之后生母对他说的第1句话。我足足生了3日才将他生下来，险些没了一条命。这几年我身子骨怎么都养不好，每每瞧见便心口不舒，还如何能够痊愈？今儿为了这个丫头，二郎都知道和我顶嘴了，这孩子简直就是个祸害。无论如何，我都不想再瞧见他。现下老太太去礼佛，夫君也不在家，不如便趁此了结了，只当我白生了他。我这身上穷得厉害，一个子儿都拿不出。您若是宽裕些，给我准备30-50身体面的新衣裳，女儿也欢喜。在此多谢您了。哼，你这穷酸的样子，也不知是随了谁。你既回来了，便要将身上的臭毛病改一改，以后就在你自己的院子里待着，没事儿不要乱跑。将这些箱子抬去小侧门，散给外头的人吧。大小姐，你疯了吗？好好的衣裳怎么能丢了呢？而且这都是表小姐精心挑选出来的，件件都是上好的料子，让外头那些贫贱之人穿上，岂不是在羞辱表小姐？夫人可不会高兴的。我初来乍到，怕是使不动你们，便与你们直来直往为好。陈平聒噪无礼，当罚，掌嘴20，扔出我的院子。你们谁愿意来做？当然，若是不愿，我也不为难你们。这么多的银钱，也够我在外头另外请几个称心如意的丫鬟了。奴婢来，你可想好了？
春萍乃是夫人送过来的，你若按我说的做，只怕夫人一怒之下必要卖了你。不怕大小姐笑话，奴婢是才进府没几日，年前一场大雪将屋子压塌了，因没钱修缮房舍，我爷奶和小妹都被冻死了，逼不得已才卖身为奴。比起被夫人厌恶，奴婢觉得没银子才最可怕。若是我动了手，大小姐愿意给些赏赐，那奴婢就是为了大小姐拼命都行。这人说完，大步子冲到了春萍面前，一巴掌就抽了过去。我是夫人派。巴掌打完了之后，春萍就自己连滚带爬的离开了这院子。你叫什么？奴婢从前的名字难听，进府的时候管事给取了名字叫东池，以后你就做我这院子里的大丫鬟，先将这些衣裳处置了。东池是个勤快姑娘，立马就开始忙活起来。只是院子才收拾干净了，这僵尸就来了。母亲细皮嫩肉的，小心伤着自己啊！你还敢挡着我？我听说你将阿元送你的衣裳全丢了。阿元与你同岁，他的衣裳你怎就穿不得了？姑母莫气，好好与表姐说一说便是。也是我不好，该选一些新衣裳的，我这就回去取去，你们都别生气了。你挑的那些都是过了我的眼，经我同意了的，你有什么错？你不要以为你是我生的，便能越过阿元去，想都别想。你现在立即和阿元道歉，否则便在这跪着反省，什么时候知错，什么时候再起来。你还不配惩罚我！你放肆！我是你母亲，谁教你这么跟我说话的？你这些年在外头到底都学了什么东西？便是寻常人家的姑娘，也知晓孝道廉耻。你倒好，刚回家就忤逆长辈，当真觉得我不会罚你是吗？萧夫人，12年前你自己亲口说过，从今以后只当没我这个女儿。如今又有何资格以长辈自居？若想我乖顺懂事，你倒是去万古坡的棺材里头躺上7日；若是不管，便收回你挑剔的嘴脸。我想你也不愿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你亲自扔掉骨肉的过往吧？胡说八道！我是不是胡说不重要，别人信不信才是要紧的。夫人这些年过得如此顺遂，想必你的丈夫儿子们还不知道过往内情。相视正在原地，身后的江源没听清云卓说了什么，眼里充满了迷茫跟好奇。可需要我一字一句去向父亲和大哥他们解释清楚吗？我终究是你母亲，也知道你这些年流落外头心中幽怨，这才乖戾了些。我与阿元不知你身形，这才先给你备些旧衣，先凑合着用。过2日便让裁缝量了尺寸，重新给你织衣。谁想你这丫头竟如此稀奇？那就劳烦母亲了。我也知母亲是疼我的，今儿还给我送了这么些丫鬟伺候，可见有心。不过我知人认生，所以希望母亲一会儿将他们的身契送来，如此我才能用得顺手些。你既想要，给你便是。你是我女儿，我也不会亏待了你。他话音一落，门口又进来几个人。都长这么高了，这些年我和父亲派人四处找你，总也寻不到，还以为你凶多吉少了。如今你能安然归来，真是大喜。你放心，以后有大哥在，再也不会让你受风霜雨露之苦。母亲，妹妹身子弱，不好在外头久站，还是进屋说话吧。娘，您脸色不好，是不是不舒服啊？儿子扶您进去。嘿，姐，这是我自个儿雕的，你先瞧一眼，回头让人摆到你屋门口去。天这么冷，能存好几日呢。多谢阿姨，我很喜欢。表弟，你还从来没有见过云卓表姐吧？这东西你还是给她吧，毕竟她才是你的亲姐姐。这个是我挑给你的。你是个坏女人，你刚刚是不是欺负我姐了？我听说你把她送的衣裳全部都给丢了，你这么目中无人，不把我姐姐放在眼里，我才不会认你呢。住口！你说我也要说，我又不认识她。你看她穿的这么寒酸，让她当我的亲姐姐，以后我的脸往哪儿放啊？有血缘又怎么样？袁姐姐这些年一直护着我，谁都比不得她在我心里的分量，敢跟她就是自找难看嘛。这个混账的话，你一句也不要听。你是我萧家的大小姐，不论她如何看待，你都是。我听大哥的，我爱。妹妹在外头得受多少委屈，才能如此面不改色，温柔乖顺？祖母身子不好，近日来更是连日昏睡。等明早她精神好些的时候，我领你一起去见她。我快要下场科考了，最近先生不放人，暂时无法陪你。等明儿见到祖母之后，便让二弟三弟陪你出去逛一逛，买些所需之物，记在我的账上便可。你也莫觉得我亏待了他，他初来乍到不懂规矩，出去闲逛，若是得罪了人，那也是给你们父子招祸。你来之前啊，我已答应给他裁制新衣了。你如今快要考试，这些琐事用不着你多管，安心备考就行。母亲，妹妹只是个小姑娘，怎会招祸呢？若说惹祸，前些日子衙门捉了个人贩子，那人
竟打起了永怀侯嫡子的主意，只怕是受人指使。侯世子那般年幼，唯独家中庶兄看他不顺眼，这事多半就是那个庶子做下的。与人交往，当先看品性。二弟整日与那庶子混在一起，将来又能学到什么好来呀？我知道你出息，但也用不着看你弟弟不顺眼。要不是月儿身子骨没你好，功名不会比你差的。母亲，我说的是永怀侯府的事情，你管管二弟，不可让他再与那庶子来往。我生你一场，你却处处对我不满，还将火发在月儿身上。罢了，既然我害你的眼，那我带着月儿走就是。你这么稀罕这丫头，自个照料去。永怀侯府的嫡子不过是个小娃娃，大哥这么在意，不知道还以为是你生的呢。那我也走。姐，我让人挖了好几块齐齐整整的冰，我教你钓个大老虎去。表姐勿怪，姑母还有二表哥他们也不是有意要沦落你的，只是不喜被唠叨罢了。你放心，一会儿我去哄一哄姑母，她不会气很久的。表姐出来，我本是要陪着表姐四处走走，只是姑母开了口，我也不好逆她的意思。对了，要不让阿燕陪你吧？家人连忙看向了萧文燕。阿燕，最近你就不要陪我练琴了，我毕竟是客，怎么样都行的。我先答应了你的。那个谁，你自己出去逛不行吗？你都这么大的人了，还有丫鬟跟着，总不会走丢了吧？萧文燕，这是你异母同胞的亲姐姐。小弟说的对，我丢不了的，且凡事都讲究一个先来后到，怎么好让弟弟为我一点小事违约呢？我可不能被这个坏人给哄骗了。这个人就是太会装模作样了，明明不久之前才扔了袁姐姐送给他的衣服呢，连别人的好意都能如此践踏，又怎么会有什么好心呢？哼，装模作样，我明天不会陪你，以后也不会陪的。我的姐姐只有一个，反正不是你。说完，连拉带扯的就把江源给带走了。都是大哥对不住你，让你一回来就受这样的委屈，我一定好好教训他，绝不能再让他如此不分亲疏了。其实他已经教导过很多次了，只是事事都有母亲挡在前头，他徒劳无功。母亲对他的态度就已经很差了，对待云卓更甚。这点小事有何委屈的？我非金银元宝，他们不喜我也是正常的，大哥无需这般挂怀。你越是这么懂事，大哥越是愧疚啊。这是我这个月的月银，你收着，明儿购置些东西，不够用的话记我的账便是了。母亲那边也别指望了。你这院子里呢，现在是冷清了些，但你放心，为兄会慢慢将这院子堆满的。萧文玉觉得自己以后得更加努力了，车位一定得重，将来这多赚取一些银钱，给妹妹攒嫁妆。妹妹虽是萧家千金，可却得不到该有的待遇，真是太可怜了。萧家家底很丰厚的，但是那是面上，祖父调戏宫女的事迹上萧家成了全京城的笑话。所以父亲承担了家族之后，哪怕是赚的不多，但是也绝对不允许家里面表现出落魄的模样。祖母知道父亲的心病，也心疼儿孙，贴补了不少的嫁妆。他这些年读书拜师的，请了很多名师，花费更是不少，也都是祖母承担的。母亲管了这一大家子的吃穿用度，但是从来没有贴补过他，他只按照规矩拿月银。妹妹归来，母亲也没打算多出一些银钱来照顾。这亏待妹妹的，他自然是不能再找祖母需要了，不然祖母就太苦了。看着大哥这忧郁的样子，好好说着话呢，怎么还送银子？俗话说得好，礼尚往来。多谢大哥，我也没什么好送你的，那就送你一句话吧。啊？油破入口，大哥最近要提防水灾，尤其是要计程船。妹妹说的什么呀？这话怎像是神棍算命一般呢？知道你关心我，为兄记住了。云卓觉得大哥这敷衍的眼神不像是真记住了。你等着。云卓说了一声，稍回到内室，掏了自己的大包裹，带着，不许摘。萧文玉看了看那东西，是一块平平无奇的石头。这东西若是挂在身上，谁见谁笑啊！谢谢妹妹，我一定时时带着。丑是丑了点，但却是妹妹送的，莫说是一块石头了，就算是块泥巴也得收着，绝对不能够寒了他的心。云卓出来，原本应该是一家子一起用膳的，但是江氏等人甩袖而走，就只有萧文玉陪他简单的吃了一些。他不喜不忧，面色从容，神情跟言语之间没有半点的怨怼跟不满。真可怜呐！云卓碗里这菜被摞得高高的，吃完了饭没有多久，萧文玉交代了几句之后也匆匆走了。次日一早，齐为堂，萧文玉把他领了过去。而江氏从来就不喜自己的儿子们跟老太太过密，所以除了逢年过节或者是家里面重客来临，
否则压根儿不会让老太太接触到二哥跟弟弟的。当然了，江氏也没有傻到让世人都捏着他的把柄。老太太院中的物价，他会时常的添置，每个月都派出好些人出去买东西。老太太的名头也没少用，因此啊，全京城的人并没有一个指责江氏不是的。老太太这些年一直惦记着大小姐，今天得知你已经回来了，连饭都多吃了些。祖母，这是妹妹，你看她现在好好的，胳膊腿都在，话也会说，也没卖身为奴，您放心吧。听着大哥这话，云卓的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好，那就好，孩子，你受苦了。还行，孙女这些年也没受多大委屈，虽辛苦些，但也好些年没被人欺负了。玉儿，既找到你妹妹了，那往后你要对妹妹好，你们兄妹几个相互扶持，你二弟一定要教的。待我去前，我会让你爹将你二弟三弟送去青山书院，远远的携尘再归。哪怕江氏恨我，便恨我一人吧。祖母放心，我一定会督促二弟和三弟的。二哥若心眼太坏，那便想法子赶出去就是了。再不行，弄死吧。小弟还小，现在不懂事儿，那就多打几顿。打了之后还不懂事儿，也可以跟着二哥一路走，黄泉路上不寂寞。不过他仔细看了看大哥的脸，当大哥的还要摆出当爹的心，挺不容易的。老太太跟大哥这些年对他也是非常的惦念，从前对他也是无比疼爱。这才不到半个时辰，为何祖母的精力越发少了？快叫府医过来。叫大夫没用，祖母年岁已大，身子骨本就不算硬朗，若平日再接触些不干净的东西，既医药无用，大哥便该寻些其他法子来治了。府医开的方子也给太医院的人瞧过了，没什么问题，也多亏了这个方子吊着祖母性命。大夫开的应当也是正阳驱邪的药，可用，但不够。那还要做什么？妹妹又不是大夫，如何能清楚这治病之事呢？大哥还要上课，还是早些去吧。这里交给我便好。祖母饲我多年，我也该留下事迹才对。祖母的身子骨经不起折腾了。祖母只管休息就行，不会劳累他老人家。这萧文玉一走，祖母前些日子可得了什么稀罕玩意儿，且这东西还要是能时常瞧着见着的。大小姐这是怀疑有人下毒吗？应该不会的，老太太院中都是多年老人，背叛老太太能有什么好处？而且她老人家从不管事，谁会下毒害她？犯不着的。惠嬷嬷是最了解老太太的，倘若是真的下毒的话，那只有江氏一个人选了。因教养之事，江氏恨极了老太太，但也不至于敢下毒吧？若要下毒，早该动手，还能等到今日。我的意思是，祖母有没有添这些新的东西？许是那物件来历不明，冲撞到了。物件？老太太这边的东西，除了些大件和摆设之外，其他日常用品都时常换新。这屋中瞧不出异样。我说的赃物应该不在这里。嬷嬷，可有什么东西是祖母病了也要见的？老太太每日醒得少，醒来之后也不爱动，多会儿去后面的小佛堂里头坐上一会儿。带我去看看。连忙带着云卓就去了后头的小祠堂。老太太这些年过得苦啊，她当年稀里糊涂嫁到萧家来，初也是抱着希望的，谁知道遇到按理说那毕竟是大小姐您的祖父，老奴不应多言，但着实是为老夫人难过。那些年她受尽老太爷冷眼，外人嘲笑，着实是没有半点依靠，也只能坐在这佛堂里头求个清静。惠嬷嬷眼睛都红了。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么过的，每日拜佛抄经，便是生病也从未有间断，应该不会因为这里头的物件生病的吧？这个灯座特别好看，点燃了之后就散着独特的光晕，透着静谧的气息。云卓关得了这世间阴晦，故而可以瞧见那萦绕的死气。这物件是凶器儿。这个琉璃莲花灯是
是夫人费了好大的功夫寻来的，整个京城都知道咱们老夫人最爱礼佛。正巧前些日子坊间卖出这么一对莲花灯，卖家是个痴迷神佛的游僧，夫人亲自上门求见，以诚心将东西请入了家中，赠给了老夫人。将是大张旗鼓弄来的物件有问题。那游僧还说了，这是供了近100年的佛前灯，很多人想求呢，只是要看缘分才买。只咱家夫人有本事，凭着一腔赤诚和一些香油钱，将东西弄到了手。这物件送到老太太这里后，京中上下可没人不对夫人言语赞许的，个个都说她是贤惠孝顺的好儿媳。佛前灯不假，只是沾了血腥和死气，再摆在佛前便有些相冲。祖母身子骨本就弱，常年多思多忧，便很容易病倒了。那该怎么办啊？老奴立即便将这东西扔了去。已经冲撞了，直接扔掉可不成。嬷嬷，让人将东西用红布包住，带去院中，放于案桌之上，再准备些贡品香烛。另外，请些家中子孙，请二哥和小弟过来，在祖母院中斋戒3日。3日后，要他们为祖母守门。我归了家，将士都能仗着血缘压我一头。那二哥和弟弟是不是也得老老实实的被老太太的长辈慈威压制才对？如此才公平吗？不是老奴不愿传呼，只是夫人对2位少爷无比珍视，让他们为老太太斋戒3日，只怕难呐。嬷嬷只管去传话，记得将祖母的病情夸大了说。我想以他的心思，会愿意让那兄弟俩前来委屈3日的。他有些诧异地看着云卓，这位一直流落在外的大小姐，竟然会有这般看透人心的本事啊！惠嬷嬷当即就亲自去前院请人。那丫头虽是我的女儿，但她说的话可不敢多信。若此法子救不了老太太，又闹到了外头去，霍家那边必然要来人问话的。若让他们知道咱们这么大的府邸，却听从孩子的胡言乱语来治病，岂不是让人笑话？江氏心里高兴啊，这是怕老太太死后霍家迁怒，往后不帮衬了。大小姐那法子也不会劳累到老夫人，只是让2位少爷还有下人们跟着忙活些。若真能有些效用，自然是再好不过了。所以老奴才斗胆过来求一求。且老夫人病了这么些日子，早些霍家夫人也来瞧过，心里都是有数的。哼，不折腾老太太就好，免得闹出什么事儿来，脏水泼到孩子们身上。那就叫他们去吧，只3日，也不能太久了。二郎身子骨不好，万一累坏了，旁人怕是要说老太太舍不得孙子，想带着一起走，那可就是影响婆母的慈爱名声了。惠嬷嬷是憋着一肚子火呀。姑母可是有什么喜事儿？哪有什么好事儿啊？不过是瞧着你们这些孩子长大了，很是欣慰。对了，阿元，这些日子老太太身子骨不好，你身上的颜色记得穿得淡雅些。老太太这一病实在厉害了些，这么多太医都看不好。刚才瞧着惠嬷嬷带着人往岳表哥和燕弟弟那边去了，可是已经……惠嬷嬷也不是让他们去试棋的，而是云卓那丫头啊想法多，竟琢磨着要在老太太院子里做一桩法事。哼，哎，刚才管家也来说了，这孩子连丫鬟都没带便出了门，急匆匆的不知道干什么去。这闺阁小姐哪个像她这样不懂礼数的？幸而现在才回来，没人认得，要不然我这脸都不知该往哪里放。姑母啊，表姐这些年都是以何谋生啊？之前春平那丫鬟不是说表姐带着的那个大包裹里头装的都是金银珠宝吗？这东西都是从哪里来的？如今她这么着急的出门，不会出什么事吧？10几岁的姑娘家能靠什么谋生，还赚这么多银子？真是个坏叫东西！好心接她回来，真是脏了门楣，干脆一条白绫勒死她算了。小小年纪心思不少，今儿见了老太太一面，便想着卖弄自己了，还非要做法事，难道以为自己是神仙转世，吹口仙气儿就能将人弄活了？哼，这家里头的事情关起门来也闹不出多大笑话。他做了家里的主还不够，还跑去外面发癫去，真是气死我了！老娘怎么就生了这么个玩意儿？打小胳膊肘往外拐也就罢了，竟还这么的闹腾！哼，姑母莫气。我听闻这民间百姓若是没钱看病，便会求村中的神婆瞧瞧。
表姐这也是一番好心，觉得那玄乎的法子能行，才这么张罗的。等过些日子，表姐便会知道自己的法子是没用的，拦不住这生死大限。待家里出了大事儿，姑父也会归来。知道表姐这般不懂事，应该也会想着多教养一些。到时候您再让她闭门不出，大表哥定然也不会再多言。老太太一死，全家守丧，萧云卓自然也出不去了。他闹腾得越厉害，姑父便会对他越失望。姑母怎么教还不随意？你说的有理，唉，你我真是没有母女缘分。若是你从我肚皮子里生出来的，哪里还有这么多事儿啊？听闻姑母生表姐时险些难产，元儿每次想到姑母受罪的样子，便心疼得不得了。若我是姑母的女儿，岂不是要让您再遭罪一回？这样我可不愿意。且我虽不是姑母生的，但也一样可以孝顺姑母，元儿已经很知足了。果真是个甩不掉的扫把星，都扔出去这么多年，总还能找回来。哎，大师，您都回家了，怎么还穿得这么寒碜呢？不瞒您说，我爹是个势利眼，等会儿您帮我送东西的时候，只怕进不了门呢。游魂凑着脑袋对云卓说：“这个游魂就是昨日被云卓给扔在萧家门口的那个。放心，你的事我忘不了。若是今日见不到人，以后也有的是机会。收了你的银钱，不会让你失望的。”哎，我可不是怀疑您，哎呦，就是不理解，这道经佛经您都懂，哪用得着听这个假和尚传佛呀？嘿嘿，我跟在您身边这么久，多少也有些灵性了，一看这和尚就知道不是个好东西啊。这个假和尚，云卓也知道这个和尚是个假的。你安静点，吵得我都不能安心听经了。假和尚的经有什么好听的呀？没过一会儿，听经的众人都懂事地交起了香油钱。小童走到云卓面前：“我没钱，而且真巧，我也是来算卦的，1日3卦，这是我来京城之后头一次出摊，便宜得很，要不要试试？”两个小童愣了一下，他没钱，骗人的。他在关西边境之地遇到这云卓小师傅，对方捡了他的尸骨，替他安葬，而且答应他将他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财富带回京城，送到他老父亲的手里。山高水长，这安葬费跟跑腿费可是没少给。阿弥陀佛，小施主，贫僧今日在此讲佛，还请施主莫要叨扰。若想与贫僧交流佛法，还请稍等片刻，待众人散去之后，你我再行切磋。这清水园只要交了入门费，便人人可进。大师可在这里讲佛，那我也可以在这里摆摊，并不冲突吧？听闻大师也是1日3卦，但这3卦却不是人人都能得的，要先交不低于50两的香油钱，再暗号抽取，有缘者方能为其算命解惑。今日这里守了不下100人，多得不能如愿中选。那这落选之人，若肯让我来试试，或许另有惊喜呢。你小小年纪要出来养活自己，也是不容易。世人皆苦，贫僧也不愿为难你。那你自便吧。大师真会算命，竟一眼瞧出我的不容易。您莫非真有一双神目不成？唉，贫僧观你是个自小命苦、无人依靠的可怜人，便给你指一条明路。你乃孤寡行客之相，是前世留下的祸果。若想得个平安，当修身养性，不如去京外安堂处落发修行，以求来生。哼，这假和尚还是个记仇的呀！就因为云卓小师傅碍了他的事儿，便要让一个10几岁的姑娘落发去当尼姑，好黑心啊！您是说我上辈子没干好事儿，所以这辈子活该无父无母、无兄无弟、贫贱穷苦？阿弥陀佛，的确如此。你刚刚算了我，也该我算算你了。你是个假和尚，头上的戒疤不满2年。胡说，原来还是个执迷不悟的疯子，将人赶出去吧。哎呀，真是个没教养的丫头！空禅大师乃是高僧，岂能容你肆意抹黑的？哎，快快滚出去！这里没人会找你算命，给你银钱的。哎，空禅大师千万莫要生气啊！这野丫头不懂事，胡言乱语罢了。这些日子我们听您讲受益匪浅，昨夜呀，我还于梦中见到了佛祖，受佛祖点化呢。一早天亮便赶了过来，今日必然能被抽中，还请您快快开始吧。是啊是啊，不与这个小丫头一般见识，您的本事我们都知道。哎，空禅大师莫急啊，大师命宫光明，乃精通学问之相，想必您6、7岁时便读了书。然而你印堂有伤，没乱不及，应是家中贫寒坎坷。你在30岁时发过一笔横财，另外你无兄弟姊妹，无至交好友，但是你那笔横财来路不正，
是靠着自己的命中正缘换来的呀。住口！阿弥陀佛，贫僧与你有何仇怨？你竟空口白牙污蔑贫僧！大师的家乡应该在关中的甘州一带，后远行，但路途不顺。你也曾做过生意，可对？这小丫头说的竟分毫不差，将人赶出去！我还没说完呢。大师刚才替我测算时，被我3两句言语引导，便认同我是个无父无母之人。只可惜你说的是一点儿也不对，我父母健在，兄弟安康，出身富庶，你无一言正确。你自称是自幼入佛的高僧，这能力与面相显然与对外所言的形象不同。莫非你的僧碟是假的？外头就已经来了一队人马，是官府的人。我怕我说的话没人信，所以来之前我去报了案。你的故乡虽远，但想去找个认识空禅大师的人来辨认，应该也不是很难。没想到竟被一个小丫头识破了。他是如何知道这些的？啊，衙门的人都来了，这是弄错了吧？大师怎么可能是假的呢？我看肯定是这小丫头报案的。官爷，大师怎么可能是冒充的呀？他讲佛讲的可好了，我这些日子我都跟着宽心了好多呢。他是真活佛的。大人已经调了户部籍的，卷上内容与这位大师有些出入，故而带回去细查。荀卓站在一旁，像是寻常看客一样，没有半点的咄咄逼人。贾和尚本来他就心虚，这会儿一看来人，吓得呀腿脚都动弹不得，任由着别人把他给拖了出去。荀卓他跑得快，算命赚钱是个好活，可是你也得看准时机了。这些人损失了很多的银钱，这贾和尚一走，只怕是会把这怒火发到自己身上的。我怕死，也怕疼，不能留。哎，大师跑得这么快，这也太有失风范了吧！您可是帮了他们，怎么能就这么跑了呢？就该在那等着，待官府的人查明真相，哎，他们就该对您感恩戴德了。他们不会是我的钱袋子，假的终究是假的。那个贾和尚所论的佛法也并不深奥，倘若那些人是真心求佛，怎么会被那么显眼的话术所骗？何况这京中道观寺庙遍地，想要求佛多的是去处，为什么要追这个外头的游僧吹捧啊？为什么呀？因为他们有私心啊。虽不能一概而论，可那里头大多数的信众都是如此。贾和尚昨日论佛法，今日抽有缘人，明日又要卖佛前旧物，花样多，动静大，肯费心思，也肯为信众宣扬善名。在他跟前花钱的人，转头就能得个好名声。他们的向佛向善之心，掺杂了利己私欲。我刚刚戳破了贾和尚的阴谋，也让他们成为了笑话，以后又怎么会真心信我？听着有理。当然，也不乏有些从众无辜之人，是真的受骗上当了。大师小年纪，懂得可真多呀，佩服佩服。你都死过一次的人了，不该如此天真。我离家呀，已经10年了。离家之前，我家是卖布的，我爹呀，整天围绕着铺子转，每年有一半的时间都不着家。每次见着我，便逼着我读书，拘着我看账。后来有一回吧，我听说我娘连日咳嗽，便花了1000两银子买了个药，没想到却是假的。虽然我是被骗了，可终归是好心吧。我爹得知之后，狠狠打了我一顿。他们整日嘴不离钱，我便想，将来我定要赚更多的银子，比我爹能干，看他还怎么骂我。一怒之下，便收拾行囊出了门了。毁吗？毁呀！1000两够买多少符纸朱砂的？败家子！过了一会儿，荀卓到了。哎，我家变了呀！我走的时候，门前这块路还没那么宽敞呢，现在都能停得下这么多辆马车了呀！今儿这胡家竟然还有喜事！原来今日是我妹妹定亲的日子，一眨眼她都17了，我走的时候还是个小孩子呢。这是个傻子呀！家有金山银山，他却自个儿去边境卖命走商，赚那几万两银钱的确是不少，可与高声不仿的金字招牌相比，算得了什么呀？荀卓也是走上前去，结果被门房小厮给拦住了。我没有帖子，不过却是贵府公子的朋友，劳烦告知府上主子，我受胡生之托前来送信。这小姑娘16、17岁，怎能是我那不孝子的朋友？姑娘说有我儿的信件。胡老爷，胡夫人，我是来送胡生遗物的。遗物？旁边胡母脚步踉跄了一下，胡家未来女婿看了眼那印章，立即说道：“哎，胡伯父，这印章的料子好像的确是您从前给阿生挑的那一块啊。除此之外，还有些银钱。他说当年你满脑子都是钱，说他是个不争气的败家子，但如今10年已过，他总算攒到些家财，证明自己不是你说的那个废物。”这句话说完，胡生的灵魂似乎都暗淡了一点。我儿当真没了？这沓银票里头有一张纸上写了他尸骨埋藏之地，他死于狼腹，我机缘巧合遇上，替他收了尸。等等，你不是阿生的朋友吗？他都死了，又怎么让你来送信？阿生真是好狠的心啊！就因为一点点的小矛盾，便弃家这么多年，如今好不容易得了音信，竟还这般戏弄人，这如何能对得住伯父伯母一番苦心啊？
不过伯父你也别生气啊，不论怎么样，他总算是肯出现了。不论是记恨也好，还是求财也罢，您只这一个儿子，千万莫要再将他往外推了。胡生叹口气，一阵阴风就吹了过来。这些钱我不稀罕，这个不孝子因为一句训斥，记恨到现在。我的话已经传达了，按理说你信与不信我都无需再多言，只是我毕竟也收了胡生不少好处，总得将这桩交易做得尽善尽美才是。世上奇事万千，相信胡老爷经商这么多年也会遇上一二。你儿子心有余愿，所以阴魂不散，被我这修行之人感知到，这才能前来为他了结心愿罢了。姑娘没骗我，当年走的时候我留了信的，说要去边境讨商的，我还让他别担心，赚了大钱我就回来。我是气他总骂我，但我都要立志赚大钱去了。临走之时也没必要和他置气啊，干嘛这么怀疑我嘛？而且我也有往京城送信的，我知道我家不缺钱，所以也没好意思炫耀自己富贵，只说自己平安。但他怎么？难道我的信没送到吗？不该啊！他来信事少，10多年了，也就4、5封而已。这个鬼太笨了，赚那么多银子全凭运气，能在外头浪荡10年才死，都算他命好。胡老爷，胡生曾往回寄了4、5封信件，您可查查这信可是被哪个有心的人扣下了。还有，您家儿子命犯小人，当年离家之事只怕还有些内情，你们父子情深，按理说不该发展到相互埋怨的地步，不如您仔细想想，这其中可是有人挑拨。说着，云卓的目光就看向了胡家的未来女婿，这位的面相可不太好呀，有着鸠占鹊巢之象。你怀疑我？我自幼住在胡家，受胡家大恩，与阿生更是亲如兄弟。我离家出走之前，将信给了林子疙瘩，他还说相信我能闯出些名堂来，也是他跟我说，关西边境那边发财的机会大，说那里盛产宝石，只要来回倒腾几遍，便可赚出大钱，用不了几年，便可让我爹刮目相看的。生米恩，斗米仇，胡家似乎只有一个儿子吧？他死了，胡家便只剩这位姑娘了，而这女婿也年岁不小了，这么多年守着胡家，如何不能让人怀疑？另外，胡老爷，你可以查一查这些年这位公子可有收到过关西边境那边送来的信件，那些信就是胡生所寄。伯父，我没有。你有，我之前的确在你的书房中看见过一封被烧毁多半的信件，上头有半截印章，那烧剩的宣纸颜色是关西边境特有的。当真？突然，他就一巴掌冲着方林抽过去了。伯父，我没有啊！来人，将方林的院子围起来，给我仔仔细细的搜，有没有？不能仅凭着一张嘴说。胡生的阴魂脸色都渐渐发黑了几分。活着的时候你便是个没脑子，若死了还要拖累父母，那你倒不如从来没有存在过。我不介意让你魂飞魄散，以免害人。多谢小师傅指点。胡生散了怨气，劳烦小师傅告诉他们，是我不好，让他们担心了。若有下辈子，我一定当个乖儿子。当场传话，你想吓死谁啊？劳烦您帮个忙，晚上让我托个梦，梦里我会让爹娘付您福钱的。可以。云卓点点头，之前收的钱不少，但是已经扯平了，这托梦当然得另算了。伯父伯母，香香，我们相处这么多年，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们难道一点都不了解吗？哦，对了，我记起来了，之前我见过这姑娘，当时她求我施舍，被我拒绝了，定是因此而心存报复的。这是有二妻啊，你这么大的年纪，忍到如今才订婚，着实是不容易。可这也不是你在外头养外室生儿育女的借口啊！骗婚，畜生不如。方林这小子，不承认就不承认呗，惹大师干嘛？看吧，又抖出来了。哼，幸亏大师来得及时，要是在妹妹成婚之后才来，我胡家真是要被方林害惨了。胡家父母还有姑娘是既震惊又愤怒的眼神，都快要把方林给淹没了。我藏得很好的呀，为何这女子还知道我有外室和儿女之事呢？该不会早已经将我查得底儿朝天了吧？完了，全完了！一看他这个表情，胡老爷还有什么不懂的？胡家下人也从方林的院子里翻出了不少的东西来，足以证明这个方林他用心不良，并非是真正的老实忠厚之辈，只是胡生不是他亲手所杀的。胡姑娘当断则断，品行坚毅，如今躲过一劫，会有后福的。多谢姑娘今日为我兄长传信，只是不知姑娘芳名可有去处，若是不嫌弃，可以在寒舍暂行住下。我姓萧，名云卓，住处便不用了，往后府上若有需要，可以去前仁安公府寻找。我说的需要是指些玄妙解决不了之事。好，云卓说完这才离开了。大管家，你派几个人出去打听一下，这萧姑娘究竟是什么来头？另外再多备一些锦缎成衣，挑上好的。对了，备上双份。倘若这小姑娘是寄住的亲戚，那也得先给萧家送一份厚礼，以免让萧姑娘尴尬才是。大管家立即应着。
大小姐，齐儿夫人那边的人过来打听您的家底儿。好在一早大小姐专门选了一间屋子做库房，早早的上了锁。还说什么了？他们想让我盯着您的动静，看您平时有什么喜好习惯，想知道您从前是干什么的。行，我知道了。往后若是主院那边来人，便如今天这般应付便好；若实在是推脱不过，便收了好处，禀告于我，我来糊弄。萧云卓就感觉东池挺有意思的，贪钱但是又有原则。我听大小姐的。云卓忙了一天，累极了，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只是3日而已，忍过之后呢，就再也没人多嘴多舌了。就算是霍家，往后也没脸说本少爷不孝。这么想的话，我这个妹妹也不是没脑子，看样子还是很为咱们着想的。祖母她真的扛不住了吗？我看她刚才跟我们说话的时候，精神头还行。虽然我不喜欢祖母，但是毕竟也是咱们亲长辈，说念叨她早日去死，好像也不是人干的事儿。活还是死我也不是很在意，就算她活蹦乱跳的，也滚不到我头上。只是她若还在，霍家的亲就断不了，总压你我一头。老太太是霍家的姑奶奶，是霍家长辈们过世的时候都放心不下的人。哎呦，这个斋戒规矩实在是多，实斋也就罢了，萧云卓家还要我们每日3遍经。二哥，你听说过这个规矩吗？我看他就是故意的，他就是站在大哥那边的。如果以后大哥考了功名当了官，他肯定更加猖狂的，没准还想一直做我们的主呢。他凭什么呀？是有点小心思。二哥，他从前就这样嘛。等到祖母的事情了了，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以后我绝对不能再让他得逞，否则以后肯定日日逞威风，那怎么能行啊？萧文月是什么也没说，丢了活该。如今人回来了，对我更是冷冷淡淡，但对大哥的态度却截然相反。既然他是个没心的，那我又何必在意一个眼中没有自己的人呢？立即让人备礼去刑部李大人家道歉去。姑母，谁知他竟然有这般大的胆子，这才华竟敢用他父兄的名头让李大人查案。那个空禅大师我是见过，还从他手里买了个琉璃莲花灯。他倒竟然一口咬定那大师是假的，你说他是想打谁的脸？这明明是冲着我来的。姑母，如今还是希望表姐的判断没错才好。这京中吹捧空禅大师的人也不少，受骗上当的不止咱们一个。您对老太太的孝心还是不容怀疑的。这世上怎会有如此蠢货，竟这么急不可耐的出去丢人现眼？他算个什么东西？他说那空禅大师是假的，那就是了。那李大人是看在你姑父的份上，这才愿意受理此案。人家卖个薄面罢了，却也不能真为了咱的脸面，将好好的一个得道高僧砍了吧。相事说完，就让人去做了。李大人，全京城都知道我家大小姐打小就丢了，这些年一直流落在外，也是刚刚回来，什么都不懂。许是回来的时候遇见过空禅大师，认错了人，这才引起了误会。一早家里人出去采买，偶然听到了外头的谣言，我们夫人这才知道他报案的事儿，这不立马便让小人过来道歉，还请李大人千万不要见怪。李大人的表情复杂的看着对方，你的意思是贵府夫人一概不知？李大人觉得非常奇怪。正是，我们夫人早先还去空禅大师那里得了一对琉璃莲花灯呢，也是有些往来的，怎么可能会怀疑大师是个假的呀？简直莫名其妙嘛。这倒是怪了，你家大小姐前来报案之时，亲口对本官说家里的琉璃莲花灯上隐有血色，定是来路不明，所以和家中祖母以及兄长商议之后，派他来衙门。我家老太太最近身子骨不好，压根儿说不得几句话，这都是大小姐自己的意思。本官长行事肃清冤案，本是本官的责任。原以为此案乃是萧老太太所破，正要登门致谢，没想到竟是萧家大小姐的意思。李大人也是个人精，一看管家这态度呀，就知道萧家什么意思。这个萧夫人啊，不是个疼女儿的，而这萧夫人也是一味的责怪女儿，甚至急着过来找她澄清，这显然是想撇清关系啊。萧夫人巴巴的让人过来道歉，这可不仅仅是嫌弃亲生女儿，更是觉得我是个庸碌无用、臣服权贵、判假案的贪官。李大人心里着实是不太爽快。大人要致谢，为何？管家突然意识到事情只怕是没那么简单了。那和尚的确是个假的，昨日被抓回大牢之后，连夜审问，发现此人不仅冒充僧人，更是罪大恶极，竟杀害自己的妻子以及真正的空禅大师，而凶器正是琉璃莲花灯。埋尸地点也已经招了，本官正要飞书一封，前往当地衙门，让其挖尸验骨。
管家的笑脸就僵在那儿。贵府的献礼，本官着实不好收下，还是带回去吧。好好的小姑娘，投错了胎，唉，也怪可怜的。夫人，小人去了李家一趟，只可惜李大人不收咱们的东西。不收？看样子是气着了，只能等老爷回来之后再。夫人，不是那样的，是李大人说那和尚的确是假的，多亏了大小姐才能抓到这罪大恶极之人。李大人还说假和尚还招供，用那琉璃莲花灯打死了人，那岂不是让李大人看了极大的笑话？江氏感觉头晕目眩的。怎么会呢？那死丫头才回京城，人都不认识几个，怎么可能知道假和尚犯的事儿？那死丫头明知道事情真相，竟不先知会我一声。夫人，还有一事，小人回来时正遇上高声不方的人过来送礼，瞧着物件竟是极多，都是些上好的布料成衣，小人不知如何处置，便让他们在外头候着了。这家人倒是会做生意，莫不是知道大郎即将春闱，所以先来送喜？也好，让人进来吧。唉，只可惜老太太命数不长了，最近也只能穿些素净的，没准还会耽误阿元你去秦楼拜师。姑母不打紧的，我每日在家中多练练也是一样的。等丧事过了，我想法子将吟琴师请到家中来。元儿你才德兼备，吟琴师瞧了必然喜欢，到时候不论花多少银钱，绝对要让他收你为徒。闻名天下的琴师不多，肯出来收女徒的就更少了。谢谢姑母。表姐那边呢，是不是也得学些什么才好？表姐帮着李大人断了案，可见心细，学起东西来没准比我快多了呢。他这莽撞的样子能学得了什么？改日啊，让他在家中认几个字就算了。阿元，一会儿你收拾一下，陪我去皇城寺一趟，为老太太祈福。我虽然是被那假和尚所骗，才买了琉璃莲花灯，但也怕有些嘴碎之人胡言乱语，给我泼出恶名来。我听姑母的，您在哪儿我在哪儿。你们高声布防的好心我收了，只是听闻这物件有点多，这样吧，去账房领些银子，我们全买下来。夫人误会了，这是我家主人专门送给萧大姑娘做谢礼的。我家少爷啊，客死异乡，多亏了大小姐帮忙传信来，这等恩情没齿难忘。我家主子说了，家中啊没什么稀奇的东西，只有些堆积的布料，不成敬意，望萧大姑娘千万莫要嫌弃为好啊。江氏的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还请萧夫人见谅，我家主人呢，让小人将东西亲自送到萧大小姐手上，顺道让小人给大小姐传句话。此时的江氏眼带冷意，这些混账是觉得我堂堂当家夫人会吞了亲生女儿的东西，可笑！我家孩子毕竟是个闺阁姑娘，也不好随意收外人的东西，还是带回去吧。既然夫人不便，那我们就在外头等着，等大小姐出门的时候再亲自送给她吧。罢了，那你们将东西抬过去吧，真是一天都坚持不住了。胡夫人做了个梦，梦里面胡生一开始向亲娘哭诉，说后悔当年冲动离家，更羞愧这些年没能够孝顺父母，另外还把那撺掇他的方离给痛骂了一顿。一番叙旧之后，胡生又让亲娘记得付一点银钱给云卓，顺道再给他多烧一点东西，让他在笔下的日子能好过一点。醒来之后，儿子说的所有言辞他几乎都能记得，让他眼中含泪而醒，这才找胡老爷诉说情况。胡老爷一听，联想到云卓给的符，就让人把礼物给抬了几倍。礼有些重了。不重的，老爷让我来传话，说是多亏了您帮忙，要不然我家少爷以后啊，都只能当个孤魂野鬼的。再过半年呢，少爷应该便可魂归故里了。虽是丧事儿，可总好过一辈子杳无音信吧。你家少爷已经付过钱了，你们只需要付那符钱便可，10两银子就够了。萧姑娘千万莫要客气，我家老爷又说了，在旁人眼里这些布料贵重，但在胡家也算不得什么。大少爷夜晚托梦，也特地让我们将符钱付了。您与我家少爷啊相识一场，也算朋友。朋友初到京城，我们胡家也理应招待一场。只是家中办丧，恐对姑娘不好，便不好邀您去常住，只能送些物件表表心意。管事上前来，又掏了10两银子另付。云卓把这银锭子给收了，这些待我送给你家主人。管事的连忙接下，道谢一番，这才离去了。大小姐，这么多的衣裳和布料，够用10来年了。先拿出几匹送去祖母那边，剩下的搬进去放好。那夫人和表小姐那边呢？母亲和表妹哪里瞧得上我的东西，不必多此一举了。大小姐，您要不要讨好夫人呀？
在这院子里头，您是受了不少委屈，可将来呢？婚姻大事，父母之命，若因夫人不喜而毁了您一辈子，怎么办啊？东池的声音有些粗，又有点低，故意压得柔和一些，生怕吓着眼前这可怜的大小姐。当年他从万古坡的棺材里钻出来，面对的是寂静的荒岭，满地的残叶，还有那数不清的阴气。他跌跌撞撞的，不知道走了多久，但是怂也走不出去，险些困死在里。后来他看到了一个鬼魂，就是他的师傅。师傅乃是神隐门的门主，在前朝末年战乱时期下山入室救人，但是最终死在了外头，尸骨沦落到了万古坡。因为生前的修行缘故，所以鬼魂虽然没去投胎，但是也没有散去，甚至吸收了阴气，成了万古坡中非常厉害的大鬼。是师傅引导找到了这神隐门门主令牌，帮他挡下了那些阴魂的蚕食，甚至还护了他一路，让他找到神隐门救治。神隐门的门徒也是因战乱散尽了，那地儿就只剩下了几户人家做守山人。当他拿着令牌出现，守山人就认他为主，照料他数年，而他也是跟着师傅的灵魂学了一身本事。等他有了四宝之力，不用操心之后，师傅才放手由他送入灵魂。这些年他满脑子都是学习保密，从来就没有想过成婚之事的。姑母，我刚才乔迁部方送来的东西好几车，里头还有好几匹月灵、流云锦，这些布匹可不便宜啊。表姐收了这些东西，会不会影响她的声誉？竟不是寻常不了。不是，只其中一件上等的白狐球就已经价值数千两了。莫不是这死丫头借着你姑父的名义在外头收贿赂？不对，你姑父是武将，管不着那外头商户的事儿。就算真要送礼，也轮不着咱们家。刚才那家管事说是传信大恩，虽礼有点大，但这高升不方颇为富贵，给的多些倒也能理解。如果只是因为恩情，那我就放心了，定是我多心了。对了，姑母，您和表姐这么多年没见了，若一会儿她让人送东西来，您可别和她一般见识了。你这丫头是想要那件狐球吧？不，那狐球太贵重了，最能衬出姑母您的名烟大气，而我在姑母面前不过是小家碧玉而已。表姐随意赠我些布料，我都喜不自胜了。我啊，自是愿意将天下最好的东西都给你的。云卓那丫头粗野之地长大，也不适合穿那精细的衣裳。来人，去将大姑娘叫过来，让小厨房弄些点心给大姑娘备着。不懂规矩可以，我这个做母亲教一教就是了。回夫人，大小姐她正忙着做香膏，说是没空来，还说您和表小姐应当也瞧不上她的东西，就不过来献丑了。她大胆！谁说萧云卓不？他明明懂得很，就是故意的。家园默不作声，就观察着这僵尸的表情。去信给老爷，就说这孩子我管不了了，目中无人，忤逆长辈。我若再在这家里待一日，这身子骨扛不住。今日起，我与阿元入皇城寺给老太太祈福，家里的事儿让他回来管吧。这婚账绝对不能要。出门兜鞋准备的差不多了，他就直接让人备车，带了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往皇城寺而去。姑母啊，咱们在皇城寺待多久？既然是出来给老太太祈福的，那要么等到老太太病情好转，要么便等到老太太归天，也用不了多久。最近你也勤快些，每日早课一定要做的，多听听大师们讲佛。这皇城寺不比其他地方，寺中常有一些贵妇人前来礼佛，只要你表现得足够虔诚，必有人能瞧得见。一传十，十传百的，以后多的是人家等着你挑。万家信，萧正官那张冷脸是一如既往的严肃。母女不和，江氏竟然带着江源那丫头去了皇城寺。我记得没错的话，这2日才收到女儿安全回家的消息吧？这短短时间，为何江氏态度忽变？管事把事情写得很清楚，说他的女儿一到家了就扔了江氏准备的东西，10号私自出门胡乱报案，还没有跟长辈商量，还有什么私收不防重礼，目无长辈。最后一条是他要在家里做法治疗老太太之疾。做法事，明日午时，完了，只怕难以赶得上。自打萧正官入了军营以来，兢兢业业，一共就告假过2次。这是要回家守丧嘞。我那流落在外的女儿回来了，孩子思父心切，所以末将要回去看看。众人自然是不信的。理解，你将职务移交好，
明日便回吧。若还有不清楚的，过些日子去你家中问你便是了。过些日子？不，我很快就回来了。大师呢？我就是。这3日祖母的情况还好吧？啥？你该不会打算让我们3个就一起坐在这里念经吧？说是这样能治好祖母，那我都能当神仙了。不，你们还不够资格念经，就算念了也没效果，所以只有我一个人来，你们一左一右站在祖母门前守着就行。你这些年在外头是怎么生活的？莫非是靠这些养活自己的吗？是啊。本该是家中的千金小姐，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可她倒不听劝，母亲不让她出门找祖母，她不仅不听，竟然还甩开身边的丫鬟一个人出去，落得这个下场，怎又不是她活该的？现在知道外头的日子艰辛了呀。二哥，你怎么听他的话呀？他只懂这个，不做完会善罢甘休吗？难道你想在这院子里头斋戒一辈子？快点过来，早早了事，本少爷还要出门会友呢。香燃了，那含着煞气的莲花灯也被云卓给取了出来。摆好之后，笔墨蘸着朱砂墨就开始画符。七正八灵，太上昊凶，长流巨兽，手把地中，速消三神，斩邪灭宗，紫气成天，丹霞鹤冲。不会是真的有什么脏东西吧？二哥，我总觉得这周边怪怪的，你有没有感觉身上凉飕飕的呀？这么冷的天在这吹寒风，不哆嗦才怪呢。也是。老太太吐了口黑血出来，不会这么巧吧？吐黑血，这是要死了吗？这是熏邪治病用的，燃一会儿就好，也经得起查。我说不行啊！爹，您回来了。这是他爹。卓儿，你们在做什么？正要将香炉搬出去，怕熏着祖母。这味道不像是你祖母从前用的那种。这是药香，这萧家该不会不能待了吧？生母对我那副德行已经很糟心了，再多一个，以后夫妻俩一起找我的麻烦。凡人的事情岂不是一茬接着一茬？可萧家的宅院住着着实是舒服的。祖母和大哥既然请我回来了，那就绝不会发生我自己灰溜溜逃跑的事。若亲爹也不喜我，那就熬死他们。为父听闻你要做法事，你祖母身体不好，绝不可胡来。你来晚了，我已经做完法事了。二哥和小弟他们也参与了，帮我守门来着。你们2个像什么样子？卓儿初来乍到，失了分寸，你们也什么都不懂吗？从前便不见你们2人孝顺老太太，这2日倒是勤快了，就是没安什么好心。滚去祠堂，跪着去！那么想病，就直接病死算了，早死早脱生，省得累及父母操心。祠堂我也要去，我回家好几日了，还从来没去过。祖母的身子骨应该要大好了，等他老人家想我了，我再来看他。你站住，为父没罚你，你就不用去了。咱们父女俩很多年没见了，你陪我守着老太太，等大夫诊断完了再说。那行吧，我等会儿再去。过了好一会儿，溥仪才出来。陆大夫，家母现在如何了？奇异怪异。老太太刚才吐出一口淤血之后，气息竟比之前更顺畅了许多。前几日她老人家脉象虚弱，如枯灯一般，今日却有了生机。已无大碍。这药香啊，有理气之效，可每日熏上1个时辰。不过也莫要离得太近，以免老太太觉得太呛。陆大夫的意思是家母情况好转，问题不大了。听闻这几日家中有喜，不仅大小姐回来了，且2位少爷也时常守护在老太太跟前照顾，这是好事儿啊。年纪大的人多喜欢儿孙绕膝，瞧着晚辈啊，心情畅快，这气啊自然便顺了，更多了些求生之意。大小姐做法之事看似荒唐，但若老太太心里信，那必然是有好的效果的。说完又重新开药去了。我这老母亲一生憋闷着，这偌大的院子空荡荡的，难怪母亲会生病。你莫要吓着卓丫头了。母亲，都是儿子不好。卓丫头呢？这丫头瞧着傻乎乎的，坐在外头的香炉边玩呢。儿子这就去将她叫来。不用，让她玩吧。前2日见她，没说2句话便睡去了。你去我那箱子里，将你外祖父给我的玉佩传给她。等我走后，其他物件让他们4个分一分，你来安排吧。母亲，您莫要说这丧气话。刚刚大夫还说您有好转。我的身体我知道。您知道什么？
大夫刚才说了，是好了，是真的好了。你不用为我操心，人早晚有一死，能看到这丫头安然无恙的回来，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当年你祖父祖母临死前都说愧疚于我，让我嫁给你爹这样的人。这些年我也一直是怨的，但如今老了，反而还想通了。有你们这些儿孙，吃多少苦也是值得的。萧云卓就一直在外头等着，他也不觉得无聊。过了许久，萧正官才出来了，神色有点子复杂。这上面写的是什么？这是本门秘文。你还有门派？那你在门派内处于何等位置？派中有多少人？我是门主，不过本门如今除了守山人之外，没有门徒了。守山人是做什么的？守护本门不让外人进入，更要守护藏书，另外照顾我。我小时候不会做饭，无法养活自己的时候，就全靠守山人了。女儿提到的守山人，实际上应该是养父养母吧？她4岁就丢了，若没有大人照顾，怎么活着？将来你可以将守山人请到京城来，为父一定好好招待。他们要世代守山，不可走动的。你还有什么话要和我说吗？如果没有的话，我想去祠堂了。女儿现在变得这么沉默寡言吗？从前明明是个小话匣子。刚才大夫也说了，老太太病情好转，应该是你们几个在身边侍疾的缘故。既如此，你们要多多过来尽孝，但那些做法的事情还是不要再做了。另外，为父还听说你还用我与你大哥的名义去刑部找李大人了，甚至还收了商户送来的重礼。怪不得亲爹这么急切的回来，原来是有人在背后说了闲话。我做法没错，此事大哥也点了头。至于另外2件事也是真的，路见不平自然要相助，更何况那假和尚还将杀人凶器卖给了祖母，我更不能不管。若我不借萧家身份，总要多费一番功夫才能如愿。为了节省些时间，便借了父兄名头一用。若父亲不喜，那下回我只借大哥的就是了。还有收礼一事，我不远万里帮其亲人收尸传话，这等大恩，送些物件来，我想我还是收得起的。何况我还卖了好多符呢，公平交易，何错之有？杀人凶器何物？琉璃莲花灯。为父知道你从前一个人在外头习惯了自己做主，但如今既回了家，再有所事，定要告诉你母亲，与她说清楚才行。父亲可想过，母亲有一事做得怪。大哥得知我要做法时，先是拦着，后我再三保证不会叨扰祖母，他才放手。您知道我做法，也着急忙慌地从军营赶回来，生怕我害了祖母。那母亲呢？她明知我要做这等荒唐的事情，却不闻不问，如此表现，怎是担心祖母的样子？可她偏偏又给你去了信，责怪我乱来。如此行径，我看得通，父亲看得通吗？女儿的意思是，姜氏孝顺老太太是假，所以没拦着她动手，甚至没准还等着她将老太太折腾死。而姜氏对女儿的厌恶也是真，所以才巴巴的送信谴责。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我信您也能通一点。通了就不要要求我做个孝顺女儿，若凡事都要与她说明白，我怕自己的嘴皮子能磨出火星子来。女儿言母亲不是，在旁人看来应是有错的，所以自请去祠堂跪着。爹，没有问题吧？看你瘦得厉害，就不要跪太久了。戌时之前，与那2人一道回来，陪为父吃顿晚膳。萧云卓也没有拒绝，高高兴兴的就走了。乖，你个叛徒，你看什么看呢？一定是在幸灾乐祸，心眼果然是坏得很。我在看你们表里不一的样子，着实厉害，我要好好学一学。我们都是因为你才受罚的，你不知道羞愧也就算了，竟然还来我们面前幸灾乐祸。这世上怎么会有你这么恶毒讨厌的女子啊？我看你就是蛇蝎转世。你们受罚不是因为我也没有幸灾乐祸，而且我更不是蛇蝎转世。你小小一孩子，自己是个什么东西都看不透，怎能看透旁人的轮回？莫要说大话。哎，二哥，你看看他真的太厚颜无耻了。若不是你执意做法事，并向父亲说我2人也参与其中，父亲怎会惩罚我们呢？二哥，多年不见，我觉得你似乎比从前笨了许多。我这样不受母亲重视的姑娘，真能指使得了你们吗？你想明白了，是母亲让你们去积微堂市集，让你们利用老太太积攒名声，而你们稀里糊涂的听我几句邀请，便心甘情愿守门。归根结底是你们脑子不太好，关我什么事儿？斋戒、念经、市集，这就是寻常子孙在长辈病重时该做的事情。所以母亲让我们来，也确实是为了名声。一切都是你们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因果自己担，都是你们该得的。你说我们表里不一，
那你呢？不也一样偷偷算计吗？我正大光明啊！你看，我也来贵祠堂了。相由心生，你这般厌恶我，毁的是你自己的心境。时间一久，福相都没了。我才不听你胡说八道呢！就算你想听，再多的话我却不能说了。既然你那么讨厌我们，你为什么要回来啊？你没回来的时候，我娘也不会这么生气的去皇城寺的。阿元姐姐也不会患得患失，偷偷难过。要不是你，我爹更不会罚我们。萧文卓，你为什么这么没有自知之明啊？像你这种人，还不如死在外头算了呢。萧文卓的嘴角笑着，很是平静。他求活，从不求死。祠堂圣地，祖宗跟前，区几句恶言，我不在意。不过，我们最好不要在萧家外头见面。吓唬谁呢你？够了！你想要父亲过来的时候，看见你如此猖狂的一幕吗？到时候你有几张皮够父亲打的？萧燕心里一激灵，这才不情不愿地闭上了嘴。二少爷、大小姐、小少爷，老爷让你们去用晚膳。一定要去吗？我还可以继续在这里跪着啊。菜色已经安排好了。待萧正官开口让他们吃饭之后，他就闷着头开始品尝起来。吃完饭后，你们将我上次布置的课业带过来，我要仔细瞧瞧，看看你们近日的字是否有长进。二郎，上次让你读的书都记全了吧？我来问你，何为六守三宝？吃饭还要考试吗？仁义忠信谋勇，是为六守，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细说。而最近忙着读经书，还没细念这篇文章呢。没细念？你大哥整日苦读，从不叫人操心。而你呢，一个月来学堂去了几回，夫子又见了几面。我今日叫你大哥身边的那几个小厮过来问了问，说你近日不务正业，跟着永怀侯家的庶子一起玩乐，还从账上支走了近1000两银子，是也不是？萧云卓实在是有些怀疑，这亲爹是给大哥招恨呢？记30戒尺。是。卓儿，你也莫要觉得为父凶傻，我萧家不比从前，想要家族昌盛，为父不得不对你们多多管教。可惜为父不能日日都在家中，也只能求你们这些孩子自己懂事些。女子与男子一样，不能当个什么都不知道的瞎子聋子。你有时学过几个字，今日又能捧着小册子看，想必读书学习也是没问题的。所以以后也同样不可懈怠，明白吗？食不言，寝不语。要不我停下等您说完再吃。果然是初来乍到，无知无畏啊。父亲训斥他们我没意见，只是我受不得这样。我身子骨不好，是要多多养生的。您训斥了我，我便会不开心，气质不顺，五脏精神皆有所伤，这样会活不长。3个人怔了怔。那就饭后我考考你。也不行，我今日做法事消耗很多，需要补养精神。今晚准备早些休息，明日还要出门，没时间按您说的做。出门做什么？你一个小姑娘，总不好整日往外跑啊。父亲的话好生奇怪，刚才还说女子与男子一样，怎么一转眼的功夫便要我在腿上拴根铁链了？我可不是家养的鸟雀，我长了这么长的腿，就是用来东奔西跑的。为父是为了你的安全，不信你可问问你二哥，前些日子是否有贼人险些拐走了永怀侯的嫡子？那孩子每每出门都带着10几个下人，这都差点没保住。若非运气好遇到了3皇子，这会儿还不知还有没有命在。且我听说那孩子受此一下，到现在还在病中呢。你好不容易回来，若出了什么事儿，你祖母和母亲如何能受得了啊？二哥，那个小公子下病了吗？是什么症状啊？他被人拐走之后，关在黑暗的地窖之中2日，出来便有些疯傻。我听平章说，这几日他这地里见了谁都大喊大叫，严重时还会扑过去抓伤别人，神志不清，很难好了。也不是不让你出门，只是不可再如上次一样，连声招呼都不打。您放心，我若是没一些自保的能力，如今也不能出现在这里。这孩子不好管呐。萧云卓干脆利落，吃完饭就回去歇着了，却不知身后的萧文月跟萧文燕内心有多么羡慕。多亏你们2个市集，老太太才能好，所以从今日起，你们晨练之后便去济微堂陪老太太用膳。哦，对了，务必要替为父多多尽孝。父亲，祖母也不喜欢我们在跟前儿，我们愚笨，他老人家看着也生气。你们祖母出身霍家，满腹才学，
最近大郎不在，老太太空闲得多，教教你们这些愚昧之徒也不成问题，全当是打发时间了。祖母身子骨不好，现在不是整日昏睡吗？如何能教我们啊？所以父亲，我们还是不要去打扰了吧。对，祖母每天都在睡呢，我们读书也没有人听啊。老太太昨日就已经大好了，惠嬷嬷派人来说，老太太天刚亮便起了身，精神很好，还在院子里头遛弯，不会有事的。祖母好了？骗人的吧！我在鸡尾堂住了3天，亲眼瞧了，祖母那样子明明是要死了的。莫非萧云卓所做的法事真的有用？但怎么可能呢？不过是念念咒语、画画符而已，怎么能有这样的疗效呢？二哥，祖母不会是诈尸了吧？嘘，不许胡说，让父亲听到了打死你！老太太是不明所以啊，但却非常高兴。萧正官看着这个情景，更是松了一口气了，觉得让他们日日都来果然是没错的。一早出门，他就特意算了一卦，说想入永怀侯府，可以来这儿守株待兔，身边放了一大堆的点心，一边等一边吃。嗨，不好意思啊，姑娘，那甜果糕啊，已经被坐在那边的姑娘买光了。真是古怪的场面。这位姑娘，不知可否转卖2份糕点给我？家中弟弟闹着要吃，若姑娘肯割让1二，我愿意多出些银钱。你是永怀侯府孟姑娘？正是，不知你是？我姓萧，是个神算。孟姑娘山根有赤纹，可是今日一早见了火。孟有思心头一惊，你如何知道？自然是算出来的。我还能看出你不仅见了火，甚至还刚经历了血光之灾，此灾来于至亲。没错呀，一大早天还没亮的时候，弟弟噩梦惊醒，突然就闹了起来，不小心打翻了烛火，这险些烧了整间屋子。此事又才过没多久，这个萧姑娘怎么知道的？已经有不少太医看过你弟弟的病症了吧？没错，只是姑娘为何要打探我家的事情？你特地将所有的糕点都买了，莫非是在故意等我？孟姑娘，我今日在此见你，乃是天机指引，你只需要知道我能治好你家弟弟便是了。孟有思总感觉自己可能是遇到了一个疯子吧。你是哪家的姑娘？我派人送你回去吧。这萧姑娘或许是脑筋有问题，所以不常出门。她肯定是好不容易跑出来，瞧见好吃的点心便挪不动步子，买了这么一大堆，不要命的往肚子里面塞，也怪可怜的。哎，你等等，给我几个铜钱。你还要乞讨吗？姑娘，你身上的衣裳还有你身边的点心都价值不菲，怎么还有这样的癖好？这世上稀奇古怪的病可真多啊！你不给的话，我就只能自己动手抢了。不过是些银钱而已，就当做是做善事了。孟姑娘，我既然收了你的银钱，便要为你算一算。孟姑娘姻缘坎坷。孟有思怔了一下，从姑娘面相上看，姑娘近1年应该遇到了不少糟心事，身边桃花旺盛，却都非正缘。尤其是最近相看的男子，更是与孟姑娘你相克，乃是实实在在的桃花劫。若是躲不过去，你这一生都毁了。可否伸出手来，让我仔细瞧瞧？姑娘这长秋艮位，微有青筋福禄，平时是不是胃口不好，很少有能吃得下的东西？是。你这身子寒重，是否有大夫言明你将来会不易受孕？你是从哪里打听到的？若是传出去，萧姑娘，莫非你是个大夫吗？我更喜欢你称我为大师，将我当成一个世外高人看待。现在可相信我说的话了？若是还不信，你8字报来，我可将你一生看得明明白白，让你大彻大悟。不用了，我信你了。萧姑娘，还请你教中一叙。好，劳烦你身边的丫鬟去点心铺雇个人来，将剩下的这些全部送到萧府去。萧府？哪个萧府？就是那个被夺了爵位的萧府。我听说萧家那位丢了多年的千金回来了，莫非就是……孟有思有点不敢相信。这其中有没有你兄长的主意，还很难说，只是一切都没有证据。我二哥的确不是个好东西，只是血缘之事我也无法改变，所以无法打消你的疑虑。但我想，若我真想害你弟弟，也不会傻到亲自送上门，让你们看着我动手。萧姑娘，不仅是立场不同，而且你图什么呢？我承认你相术很厉害，可是无缘无故怎会帮我弟弟呢？我图的多了，你们孟家毕竟也是高门大户，跑腿费少不了我的吧？另外，以后若有人需要驱邪除秽，应该也会帮忙引荐，不是吗？跑腿费？萧家不穷啊，堂堂萧家千金，吃穿用度都不差才对。
他身上还穿着流云锦呢，怎么就至于为了赚钱做个神棍了？我们是可以签契的，等我见了你弟弟，若是确定可以治，咱们立个生死状都行，只要你安心便可。生死状都敢立，就为了帮着叔兄害人？谁会那么傻啊？既然这个萧姑娘说自己能行，那或许真的能行了。萧姑娘，若我弟弟真的能好，我愿这其中有没有你兄长的主意，还很难说，只是一切都没有证据。我二哥的确不是个好东西，只是血缘之事我也无法改变，所以无法打消你的疑虑。但我想，若我真想害你弟弟，也不会傻到亲自送上门，让你们看着我动手。萧姑娘，不仅是立场不同，而且你图什么呢？我承认你相术很厉害，可是无缘无故怎会帮我弟弟呢？我图的多了。你们孟家毕竟也是高门大户，跑腿费少不了我的吧？另外，以后若有人需要驱邪除秽，应该也会帮忙引荐，不是吗？跑腿费？萧家不穷啊，堂堂萧家千金，吃穿用度都不差才对。他身上还穿着流云锦呢，怎么就至于为了赚钱做个神棍了？我们是可以签契的，等我见了你弟弟，若是确定可以治，咱们立个生死状都行，只要你安心便可。生死状都敢立，就为了帮着叔兄害人？谁会那么傻啊？既然这个萧姑娘说自己能行，那或许真的能行了。萧姑娘，若我弟弟真的能亲自上门向你家兄长请罪，不，其实就算你拿刀架在他脖子上，我也没有意见，记得付我银钱就行了。萧云卓态度坚决，孟永思又踏实了一点，很快就到了永怀侯府。其实大夫说弟弟受了惊吓的时候，我母亲便想要求神拜佛，还想带着他去皇城思想办法，可我父亲要面子，怕别人知道我弟弟疯得厉害，便阻拦了。所以萧姑娘，还请你以我好友的名义进府探望可否？万不能让父亲知道你的目的。哦。萧云卓就跟着孟永思一起进了门。萧云卓刚跨进去，迎面就飞来了一个白色瓷片。孟永思吓了一跳，他伸手想阻挡那飞过来的东西，可却被抓了个空。结果还没来得及惊呼呢，萧云卓的手指将把瓷片给稳稳夹住了。好险！幸亏你反应快，要不然你这脸若是毁了，那我可赔偿不了。没事儿，怕什么？你这胆子可真是大。下一刻，瞧着弟弟被丫鬟小厮们摁住了，这才放心的领着萧云卓继续往里走。我母亲呢？姑奶奶来府上了，将夫人请了过去。这姑奶奶是我祖父的妹妹，我家的事情她是见都想要掺和一脚。唉，我父亲耳根子软，好几回险些被他说动。这次他来，定然是又听说我弟弟病得厉害，想撺掇着让父亲将我叔兄早点接入我娘名下。按照我朝律法，除非是嫡子嫡孙都死完了，这爵位才能轮到庶子吧？血脉不容混淆，即便是记名，应当也是没用的。是啊，他们不就是觉得我弟弟身子骨弱，未必能平安长大吗？孟永思的面上浮现出了一丝哀伤。萧云卓一眼看过去，就瞧见那个耍脾气的孟小公子，他的眼里像是看到什么可怕的东西，疯狂的叫着，脸上挂着眼泪鼻涕，就开始浑浑噩噩的大哭。萧云卓可以清楚的看到，一个穿着红衣的女鬼正在慢慢的转过脑袋，似乎是闻到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特殊气味。萧云卓站在那儿一动了，女鬼靠近一些之后，双儿那双手触碰到萧云卓的一瞬间，女鬼的手指如同是被火焰给烧住了，冒起了几分黑烟。起风了，将少爷扶进屋子里去，莫要吹了寒风。小姑娘，也请你屋中坐一坐。你弟弟应该是八字全阴吧？出生时家中可发生什么怪事？弟弟的八字是改过的，因为八字太阴，所以母亲便改了时辰，便是父亲都不清楚，而萧云卓竟一眼就瞧出来了。那一阵子父亲不在京中，我母亲怀相不好，故而家中琐事便由赵姨娘安排。我记得那天傍晚，家中不知哪里来了只野猫，叫得厉害，赵姨娘带着人满院子的追打，最后将野猫打死在我母亲院中。我也是后面听人说，那野猫腹中还有没出生的幼猫，这一惨状被我母亲看到了，惊吓，当夜就生了弟弟。除了这件事，倒也没别的了。赵姨娘虽然猖狂，可我母亲身边人都是外祖家安排的，所以她生产还算顺利。世间生灵，但凡有灵智的都能生怨，所以一般人家
在家有喜事时都不愿杀生，怕冲撞不及。你弟弟本就是阴八字，一出生便沾染了怨气，所以要比一般孩子更容易受到惊吓，也就是俗话说的丢魂。对，我弟弟受不得一点吓，这萧云卓什么都能看得出来，那一定也能治好弟弟的。想要治好他并不难，但最好还是需要他生身父母相助才行。我娘肯定愿意的，但是我爹他，我若是告诉他，他定是要生气。孟姑娘，我虽未见过孟侯爷，但看你的态度和面相，多少也能推断出一二。你与你父亲的感情应当是有的，只是这些年慢慢淡了，对吧？没错，从前是挺好的，但弟弟出生后，他依旧偏爱叔兄和赵姨娘。若你没有彻底对你父亲死心，甚至想要你弟弟得到父亲的关怀，那这事儿就非得你父亲亲自来做不可。父亲，求求我娘，救救弟弟吧！女儿知道弟弟身子骨不好，可他现在还活着呢。若是这时候将大哥接到母亲名下，这不就等于告诉弟弟您抛弃他了吗？我听母亲说，弟弟没出生之前，你也心心念念想要个像您一样顶天立地的嫡子。虽然弟弟身子骨不好，比不得父亲，可他也是您的血肉啊！他一边说，一边就暗暗地掐自己大腿。姑母的话侄儿记住了，只是静儿正病着，不好谈论这些。姑奶奶瞪了孟永思一眼。父亲，弟弟刚刚好了一些，您去看看他吧。您是当家的主人，他若是看见了您，定会安心许多的。那为父便去看看。母亲若想弟弟好，便将弟弟的生死交给父亲便是，忧让父亲来忧，疼也该让父亲来疼。此时孟小公子的情绪已经稳定下来了。哎呦，这岂不是成了个傻子？难道你要让一个傻子继承侯府吗？父亲，女儿知道您在意家门荣辱，女儿也不希望弟弟给您丢人，所以今日女儿违背父亲意思，执意请来了一位高人。他说他有能力救治弟弟，就算有万中之一的希望，女儿也想要试一试，还请父亲成全。高人？什么高人？请萧姑娘过来。萧姑娘？父亲莫怪，女儿所请的这位高人，他会些艺术，她就是萧府那位流落在外刚刚找回的大小姐，人虽年轻，但却是真的有本事。心中那假和尚案子便是她破的，听说她只一眼看过去，便发觉那和尚不对。胡闹！一个小女子的话你也敢信？若你找个大夫来也就罢了，没想到你竟会信那外头那些传言，简直愚不可及。传出去，我的老脸往哪里放？爹，您就信女儿一次，只这一次便可以。若是萧姑娘治不好弟弟，是打是骂，女儿都愿意担着，只求爹配合萧姑娘给弟弟治病。你关心弟弟失了分寸，情有可原，但不能执迷不悟。这次的事情就算了，但不许再提那个什么萧姑娘，立刻赶出门去，从今以后再也不可往来。萧家千金不过是与萧家有些血缘关系罢了。孟侯爷，你就是萧家姑娘，想必刚才的话你也听到了，那本侯就不送了。我说死丫头啊，从前你爹总说你聪明懂事，可没想到啊，你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呢？万一让外人害死你弟弟，你这良心啊怎么过得去啊？赵姨娘便是这姑奶奶养大的庶女。这位老夫人，我观你口角有青黑煞气浮现，此乃大不吉之象，最近必有大病缠身，病急难愈，即便是神医降临，也绝无起死回生之术。我劝你还是速速回家安排后事吧。人都要死了，命也难改，有些天机谢便谢了。孟舅姑奶奶一听，抬手就要殴打萧云卓。你这个晚辈竟敢诅咒我，谁教你的规矩？你身边的心腹在1个月之内最少也病死2个了，这都是因为你们作孽太多的缘故，必是受尽病痛折磨才能咽气。老夫人，老夫人呐，他说对了，怎么办呢？你盯着我也改变不了事实。对了，你要是给我点银子，我还可以顺便帮你算一算你家儿子的下场，毕竟母恶子助，他也是要沾点因果的。刚才本侯还觉得这小丫头生得挺无害乖巧，可现在看来，这简直是无法无天呢。萧将军得此女儿，这一辈子是别想安生了。
符纸贴身带着，待我开口，你们2人便摇着铃铛往回走，每3步便要叫一声小公子的名字，寻常速度便可。此处离府中甚远，这么走回去，岂不是要走到天亮？对，便是让我跪着回去，我也愿意。老爷若是为难，不如让人找个帷帽来戴上。亲生儿子比不过面子吗？也好，那就戴着帷帽行事吧。萧云卓将女童咒给甩了出去，那散出的烟雾飘向一处。萧云卓的嘴中念着咒语，不到一会儿，他墙角就浮现出了孟小公子的生魂了。虚弱的像是随时会灭掉的香火苗一样。请侯爷和夫人原路返回。父母俩的前头走了，小小的生魂就在后面跟着。而此时，女鬼还飘在萧云卓身边呢。萧云卓痛快地掏出了束魂咒甩出来，把那女鬼就禁锢到自己身边，不能乱跳。你想抢别人的孩子，你非新娘，却一袭红衣而亡，是有冤屈吧？你的愤恨和冤屈，你可与我说明。但若想从我手里抢活人，那就要吃点苦头了。萧云卓不悦地看着他，那女鬼还想飞出去，但是发现自己动弹不了，气得吭哧吭哧的直叫唤。外头孟氏夫妇感觉这骨头都要被冻碎了，不过他一直忙活着，却忘了家里头这亲爹还没回军营呢。萧正官已经是阴沉着脸坐一夜了。找到了没有？看着底下的田管家就吆喝道：立刻再让画师多画几幅画像，城门附近更要派人守着，绝不能让大小姐出城。田管家面上很恭敬，大半夜的去哪里找？而且大小姐若真想跑，也不会买那么多点心送回家的，肯定是出去玩了。萧家一共有3大管家，一个是老管家，年纪很大了，剩下2个马管家主管前头琐事，是老管家的儿子，这知根知底儿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田管家了，是姜氏自己培养起来的。老爷息怒，老奴有话不知当不当说。你说，之前大小姐也是这般不着家，才将夫人弃去了皇城寺。大小姐年纪已经不小了，府中还有表姑娘的名声要顾及，若往后这样的事情再多来几次，那家宅可就乱了。所以夫人临走之前，希望老奴劝老爷对大小姐心狠一些，多多管教。夫人是犯了糊涂，你这做管家的便该多多劝告。大小姐是府里的主子，不是随意处置的物件。上回你送去的家信，满篇夸大之词，简直是胡言乱语。若以后再敢言大小姐不是，加规处置。田管家对于新来的大小姐并没有好感，一来他的主子是夫人，一切要听从夫人的话的；二则是因为当年夫人丢了大小姐这事儿，是他一手操办的。如果说此事再被大小姐提起的话，那他必然是要受老爷处罚的。暂不要大张旗鼓的去寻，让他们小心些打听着，看看各个客栈里头有无下落，还有家门附近几条大路小巷，也要多看一看，或许是迷路了。萧正官是头疼不已，说是大张旗鼓的找，那就等于是告诉全京城女儿夜不归宿，如此是有碍女儿清誉的。天未亮时，孟家夫妇已经回了侯府，让他继续睡吧，多休息休息对身体有好处。这孩子八字阴，侯爷可挑一上好的玉去皇城寺或者几大道观，开光后给小公子随身携带。另外，最好给小公子身边多配几个勇猛壮士，壮一壮阳气。待身体康健之后，多习武多读书，便可不惧一切邪祟。孟侯爷若是有空，也可以多留在身边陪伴。说完了这些之后，萧云卓就回客房歇了一会儿。弟弟，姐姐，我好饿，我想吃鲜果糕。弟弟，你再看看母亲，娘，我昨夜做噩梦了，梦到有个穿着红衣服的坏女人要抓我。娘，我好害怕。我儿不怕啊，娘在身边呢，娘一定会保护你。也就是说，儿子应该真的痊愈了。安神药还是要吃的。多谢小姑娘神迹，孟某感激不尽。算不得神迹，小公子受了惊吓，只要父母在旁多加安抚，再加上充足的休息，情绪便可稳定下来。侯爷，姑奶奶昨日回去之后，身体有些不适，连夜请了大夫。大夫诊断之后，说是不大好治了。身体不适，总该有些缘由吧。而且昨日瞧着还好好的，今儿立马就病得厉害了。小人也觉得不对劲儿，便仔细地打听了一下。那王嬷嬷说，姑奶奶是身体一直有难以启齿的小问题，时常如厕不畅，只是之前一直忍耐着，昨儿回去之后微有腹痛，又解决不来，这才叫来大夫。
只是接种已成，病情已久，实在难治，这往后只怕会日益加重。他不敢说的太通俗恶心了，实际上嘛，就是姑奶奶如厕她不出来啊，被肿块给堵住了。送些东西过去探望，待明日我亲自前往。还有一事，大夫诊病之后，姑奶奶她扬言都是被萧姑娘诅咒的，胡说八道。萧家姑娘与小姐一见如故，故而在府中做客，与她无冤无仇，怎么会诅咒她？你派人去与我那姑母和表兄说明，让他们的嘴巴小心些。这个萧家虽然没了仁安宫的爵位，可家中也不是没人了。如此污蔑他家女儿，萧将军岂能善罢甘休？管家立刻就明白了。萧姑娘，你我虽是交易相识，但我弟弟一条性命并非银钱俗物可衡量的。以后你在我心里便如同我亲生姐妹一般，若有需要永嗣之处，你只管开口。亲生姐妹就言过了，毕竟你家也不只有你与令弟二人，这一大家子亲眷，我可受不住。不过可以做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嘛。啊，对了，过了年关后几日，京中可热闹了。那位闻名天下的第一女琴师要在声波楼以琴会友，好些姑娘都要去看一看。我也早早就占了一席位置，到时候便请你一起，可好？好啊。萧姑娘，我知道你是个通透之人，所以我便厚着脸皮在你耳边多言几句。你家二兄与我那庶兄可以说是一丘之貉，但又有几分不同。你家兄长心机更深沉些，我那庶兄并不是个聪明人，偏偏这次找人贩子害我弟弟的事情竟能做得滴水不漏。你怀疑是我二哥相帮了？我不敢确定，但就算他没帮，也是知情人。我不知你与你二哥关系如何，若是好，我希望你能劝劝他。我庶兄是个会惹事儿的主，还是莫要与他往来了。若是不好，那萧姑娘你也要小心一些。这新贵人家手足之情，可以是很珍贵，但也可以很廉价。萧云卓闭嘴没说话，孟永思也知道自己言别人坏话不好。一转眼，二人就要出了门，却看到正有3个人从孟府外头进来。三王爷，这位便是佳妹了，还不快快拜见三王爷！要不是他呀，弟弟小命早没了。小女见过王爷，多谢王爷搭救幼弟。免礼，一件小事儿，不值得尔等这般在意。而且若非机缘巧合，与萧二郎一起路过那处，本王也不会发现你弟弟。刚才你家兄长已邀请本王在醒春阁用膳，道过谢了。不过本王又听说呀，你兄长得了一匹良驹，便特地来瞧瞧，不会耽误你家弟弟养病吧？弟弟身体已经大好，刚刚大夫也说没什么大碍，多谢王爷关心。你刚才说三弟已经大好了？怎么没人告诉我呀？可是请了什么名医吗？大哥不在家，当然不知道。侥幸从萧姑娘这里得了颗灵丹妙药，没想到下肚之后，弟弟便恢复如常了。现在父亲正陪着弟弟玩耍呢。这位就是你说的那个拥有灵丹妙药的姑娘，可是你的好友啊，怎么为兄之前一时没见过呀？孟公子若是人人都认识，现在便可去衙门任职捉贼了。宫里的太医也来过几遍了，怎么那么多人都没法子？这位姑娘一粒药便好了。妹妹，会不会是被这小姑娘骗了？我听说呀，市面上有一种让人暂时清醒的药丸，可用过之后呢，以后啊，可就是彻头彻尾的傻子了。父亲整日忙着公务，不知道这些。我看呢，还是小心为妙。不如请这位姑娘在家里小住些日子。若弟弟有个万一，也好有人负责呀。什么玩意儿，竟跑到我家里来送药了？现在家中下人拿着话还在寻吧，而这个丢了的妹妹来侯府送药了。二哥，你看我要留在孟家多住几日吗？二哥？什么二哥？萧二弟，你可不要告诉我，这是你家妹妹啊！明知道孟平静那事是我干的，先是答应替我保密，后去找三皇子救人，现在还让亲妹妹送药来，他到底站哪边的呀？不是，我能说我也不知道妹妹还有神药吗？就算有，她来孟家做什么呀？初来乍到的，怎么可能和孟永思有任何交情呢？真是巧了，二哥碰巧与三王爷一起救了孟小公子，我又替孟小公子治了病。这么说来，我们兄妹二人都算是孟大公子你家的恩人了吧？
急事啊！父亲在寻你，你还是早些回吧。哎呦，别呀，小二弟，一早咱还聊到你妹妹。哎，你可答应我要将她送给我做媳妇了啊！我还不能留着我未婚妻小坐一会儿，这里又没有外人。那正好，请三王爷做个见证，我下午啊就去你家提亲去。大哥，婚事都是父母做主，何时轮到兄长来办了？三王爷敏锐地发觉这气氛不太对啊。哦，他们在吵架呀？哎，这怪有意思的，他最喜欢热闹了。没想到二哥这般关心我，咱们相处几日，你都为我想好下半生了。不过等我爹和我大哥没了，你再多管闲事也不迟。孟大公子家中没出生的庶子女都埋了好几个了吧？你这等肮脏龌龊之人，站在那我都嫌你臭，还是莫要张嘴恶心人了。萧云卓就直接从萧文月身旁跨步而去了，没生气啊，他才不生气呢，这气多了他就得回去扎小人去了。你那良驹，本王还是改日再看吧。萧二弟，你什么意思？莫不是真看不起我？你那妹妹虽然是嫡出，但流落在外头多年，谁知道那身子还干不干净？我好心将人收了，对你来说岂不是好事一件吗？好啊，我会让你娶亲。让我娶亲？什么意思啊？萧文月真舍得亲妹妹？难道她真不是故意帮着孟平静和我作对的？不过萧家那死丫头着实是有些奇怪呀。我后院的事儿，她是怎么知道的？正气没进门，不好有庶子女，他可不会像他爹那样，因为有了他这个庶子，所以娶妻的时候选不到门当户对的。只是时间久了吧，难免会有一些同房有孕，气不能生，那就只能是打下来了。究竟是没了几个孩子，其实孟平章自己也不清楚，对他而言，那都是女人的事儿。大小姐回来了。萧云竹一脸不解，迷茫的就回到自己的院子里。很快，萧正官就疾步而来。卓儿，你昨夜做什么去了？赚钱。从外头带回来那只女鬼，就微微的往旁边飘了飘。家中还能短了你的吃穿？我从前在外面就是这样过的。父亲若是觉得我的行为有些不妥，那我以后可以换一身装扮，在外不以萧氏名头自称。你可知家中找了你一夜，为父不是不许你出门，只是夜晚危险，你一个小姑娘不好在外逗留。往后白日我不拦着你，但到了时辰便早些回来，你看行是不行？那下次我若是回不来，便派人知会家里一声。萧正官叹了口气，这样也好。他还想多问两句呢，比如他昨夜住在了何处，遇见了何人，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又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开口。老太太大好，我已经派人去皇城寺请你母亲回家，他们回来之后莫要置气了。萧正官伸手摸了摸女儿脑袋，知道了，我每日忙得厉害，哪有闲工夫生闲气啊？父亲还是早些回军营，莫要操心我了。为何一提到姜氏，这丫头便立即拒人于千里之外？只因为姜氏偏心姜元？他隐隐的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老爷，您和大小姐吵架了。大小姐回来之后，夫人对她如何？自然是好的。好在何处？住处荒僻已久，衣裳都是外人所赠，除了几口饭菜，夫人可还准备了些什么？老爷，是大小姐不愿意接受，夫人也想要和大小姐亲近，只是大小姐态度疏离。莫非大小姐都说了？萧正官是知道姜氏秉性的，他的眼里啊容不得傻子，要的是丈夫子女对他的全心全意的爱护跟付出。萧正官冷着脸，这田管家心里没底儿啊。很快，萧正官就把田管家打发走了，去了前院，叫来了马老管家。马叔，这个田有容说话不老实，我不信他。你刚才可又打听出什么来了？老管家的身子骨有些佝偻，但是眼神依旧是精明的。老爷，若为大小姐好，那这个田有容绝对不能留。